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a，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支视频来和大家分享我的腰带合集。很早之前就有小伙伴留言想看这个主题，今天我就把我衣柜里利用率比较高的、我比较喜欢推荐的款式，还有我最近新入的腰带放在一起来和大家分享。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要说我的衣柜里利用率最高的一条腰带是爱马仕的这条双面腰带。爱马仕他们家大多数腰带都是这种双面的款式，那这种双面腰带它的腰带扣和腰带是分开来卖的。你可以买各种颜色的腰带，但是如果想买新的腰带扣的话，就必须搭配着腰带一起来买。那我这条一面是黑色 Swift 皮，另外这一面是大象灰 Epsom 皮走白线，两面都是非常日常百搭的颜色。那这种两面腰带性价比更高一点，相当于一条可以当做两条来戴。我用黑色这面会更多，然后大象灰这面它也是一个中性色，搭配好了也是非常的出彩。爱马仕的腰带质量也是非常的好。Swift 皮坊间流传是很娇嫩，非常容易有划痕的，但是这条腰带用了这么多年，状态还是保持得非常的好，没有明显的划痕，在打孔的位置也没有明显的磨损。Epsom 皮这一面自然是更加的耐用。然后这款腰带呢，就是你想选哪面颜色，就把这个腰带扣别在哪一面就可以了。那这条腰带利用率很高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个腰带扣的设计，它非常的有设计感，但是和爱马仕大 H 小 H 比起来又没有那么的高调。它虽然也是在 H 基础上的一个变形，但是像是那种马衔扣比较复古的设计，然后是比较简单的一个设计。那这款腰带扣也和我日常穿搭的适配性比较高，所以这腰带的颜色加上这个腰带扣搭配在一起，它的利用率就非常的高。这个皮带扣是玫瑰金的，现在看上去有一些划痕，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上去的，但是划痕不明显，然后也没有氧化，整体这个质量保持的都是非常的好。然后爱马仕的这种双面腰带，我还有另外一条这种细的，一面是饼干色，很好看很浅的一个棕色，然后另外一面是奶油白吧，我记得。那这条的利用率就没有刚才那条那么的高，那这条是比较窄，它的宽度只有1厘米。相比来说，我还是用这个宽度的腰带会更多一点，这个宽度大概是不到2.5厘米，搭配裤子啊什么的，这个宽度腰带就比较刚好。然后这款腰带的这个扣我选的是 H， 因为它比较细比较小嘛，我觉得这个 H 好像还可以，没有那么的高调。这条利用率来说就没有那么高。这种双面腰带一条可以当做2条来戴，性价比更高。我最近还新入了一条 COS 的双面腰带，一面是黑色，一面是白色。我主要是看中了这面白色，我还没有这个宽度的白色的腰带，而且这个皮带扣呢也是非常简约经典的这种款式。然后这个腰带它两面转换的方式是通过这个皮带扣把它往外一拉一转，就换到了另外一面，操作很方便。然后 COS 的这款它的皮质呢就会更硬挺一些，但是性价比更高。说回到爱马仕的腰带，另外一条我经常用的爱马仕腰带是这一条经典的开利扣腰带。我非常喜欢这个开利扣的设计，这款腰带也是爱马仕配货必入的一个选项了。我这条是黑色 Epsom 皮配银扣，比较酷的一个感觉。这款腰带是不分尺码的，可以自行调节长度，可以通过调节后面来把它调长一点短一点都可以，所以它的可搭配性非常的强，无论是高腰低腰中腰，无论是搭配裤装裙装还是搭在外套外面都可以，它的长度可以随意调节，所以利用率也是比较高的。这条腰带的宽度比刚才那条稍微窄一点，这条大概是不到2厘米，中间的开利扣也是非常的有存在感。腰带扣上面的划痕还挺多的，但是也不是很明显，还是很亮的。然后这个 Epsom 皮真的是非常耐用，现在还和新的一样。爱马仕他们家腰带质量款式还都是挺不错的，特别是如果你要配货的话，腰带是一个很不错的，可以说是必入的一个配货的选项，关键非常的实用。这种均码的可以随意调节长度的腰带，我最近还新入了一条，来自品牌 Savate。
这条腰带我是在 Madrasa 上入手的，最近正在换季，我又开始在 Madrasa 上看秋季的新款，之后再来和大家分享。今天先来分享新买的腰带，然后我接下来分享的一些 designer 品牌的腰带都可以在 Madrasa 上找到。那这条腰带来自品牌 Sabat， 他们家最有名的是包包。那这款腰带这个腰带扣和他们家的包扣是一样的，它是这样打开的，就直接这样扣上。我很喜欢这个设计，很简约又很精致，很有亮点。然后这条腰带也是可以随意调节长度，方法和刚才那条 Kelly 皮带是一样的。然后这条呢，它是比较窄的款式，宽度只有1厘米，就非常的秀气。然后这个颜色我选的也是很温柔的颜色，它就是一个暖调的灰色，很温柔，很有气质，是带米色调的一个灰色，我很喜欢这个颜色。那现在这种款式的腰带我有2条，一条黑色，一条浅色，一条稍微宽一点，一条窄一点，这2条就够用了。我还在 Madrasa 上入了一条 Thoreau 的新款腰带，我非常喜欢这个皮带扣的设计，它是很简约的样式，但是设计又很特别，用的是这种镂空加线条的设计。Thoreau 他们家经典的腰带也是很简约很百搭的款式，但是就会显得有点平平无奇，特别是他们家定价比较高，买回来会感觉这个腰带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设计感，好像很普通一样。那这条腰带设计感十足，我一眼就喜欢上了，和非常简单的衣服搭配在一起，这条腰带就自带亮点。那这款腰带有黑金、黑银2个配色，我选的是黑金，然后它的宽度也是很百搭的这种宽度，这个皮质摸上去也非常的舒服。那这款腰带我觉得还是蛮特别的。再来说几条经典的 designer 品牌的腰带，首先是 Celine 这款凯旋门 logo 腰带，这条也是今天分享所有腰带里存在感最强、最醒目的一条。这个皮带扣很大很亮，然后皮带也是这种比较硬的亮面的材质，而且这条也是我觉得质量最不尽如人意的。它的问题就是折痕非常的明显，特别是在打孔的位置，可以看到这个使用痕迹很明显，就是比较旧的感觉，而且是用了1、2次，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总感觉再多用几次那个皮好像就要爆开的样子。当然它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啦，就是看上去会有一点旧旧的。然后这个凯旋门这个扣呢，状态前面看还好，有一点点磨损的痕迹，不是很明显，但是背面有出现氧化的斑点，就像是 Celine 那个 Classic那个 box 包包那个包扣上出现这个氧化的点是一样的。那既然这个皮带扣前后的材质是一样的，那说明前面也有可能出现氧化的斑点，所以整体上觉得这条腰带的质量就不如今天推荐其他的。那这条主要是设计感非常的强，很适合搭配一些休闲简单的穿搭来制造一个亮点。那之前还有小伙伴留言问我出差开会怎么穿，然后他说他想选这条腰带。那我个人的建议是，正式的一些场合就不选这么高调的大 logo 的配饰，还是选一些比较低调简约的款式比较好。那这种就更适合出现在休闲的穿搭，就是一个特别时髦的穿搭来增加一个亮点。刚才说的比较多的都是黑色腰带，棕色腰带我用的最多的是Louis Vuitton 的这一款。Louis Vuitton 他们家皮质是真的很不错，质感很好，也很耐用。那这条我很喜欢这个棕色，我觉得颜色很正，上面走白线。这条的皮质是这种带荔枝纹的，而且皮质蛮厚的样子，然后用下来也没有什么使用痕迹，质感非常的好。然后我也很喜欢 Louis Vuitton 的这个 logo， 很有艺术感。而且虽然比较繁复，但是因为这条皮带没有很宽，然后这个皮带扣做的也比较小，所以它是一个很精致的感觉。但是我现在看这个皮带扣上面也出现了氧化的现象，但就不是特别的明显。这条 Gucci 的腰带算是时代的眼泪吗？当年这款超级的火，
热度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我还是挺喜欢这条腰带，时不时还会拿它来做搭配。我觉得它有一点那种复古的调调，双 G logo 也没有很张扬，用的是这种做旧的金色。而且这条腰带是比较偏窄的，是2厘米的宽度，也是我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宽度。然后这个 logo 也是比较小一点，所以还是蛮低调、蛮好搭配的。经常做一些穿搭，发现和这条腰带的风格是最契合的，所以我还是会经常用到它。然后这么多年用下来，这个状态保持的也非常好，这个皮带的手感还是很柔软很舒服，而且没有特别明显的使用痕迹。这个皮带扣它本来就是做旧的一个设计，所以现在有一些黑色氧化，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本来就这样，整体的状态看上去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它虽然没有当年那么火了，但我觉得还是很好用的一款。接下来这条腰带也是我日常搭配中经常用到的，来自 Givenchy， 但这条是我很多年之前买的，现在已经没有了。我很喜欢这条腰带，黑色配哑光银色，是一个很酷的感觉。而且除了这个皮带扣是一个比较酷的形状之外，在穿皮带的这个环的设计上，一般皮带用的都是皮的，那这一条呢用的是金属的，整体也是一个很酷的风格。所以当我做一些简约穿搭，想打造比较帅气的风格的时候，我就会选这条。而且这条的质量这么多年来也保持得非常好，没有什么使用的痕迹，然后这个五金也都没有氧化的问题，还是蛮新的感觉。但很遗憾它不是经典款，现在买不到了。最后还有2款比较宽的腰带，宽度都是3厘米的款式。我不适合戴特别宽的腰带，本身小个子就适合更细一点的。然后从身材比例来讲，我的腰比较短，如果系特别宽的腰带，就会显得胸部和腰部这儿比例非常的奇怪。所以我的腰带最宽也不超过3厘米。那这个宽度的腰带我有2款，但都是我很喜欢的款式，所以入了同款不同色。首先是 Maywell 的这款非常简单的款式，它是做旧的风格，我入了一条黑色，一条棕色，棕色这条做旧更加的明显。然后这个皮带扣也是特别简约的款式，做旧的颜色。然后 Maywell 他们家的皮质也蛮好的，简约的风格就很适合搭配牛仔裤。另外一款腰带虽然我日常利用率没有很高，但是我很喜欢这个款式，非常特别。大家应该也都见过啦，就是 Isabel Marant 很经典的这款系带式的腰带。这款腰带它没有皮带扣，它就通过一端穿到另外这一端的这个孔里，然后随便打一个结就好了，是一个特别随意的感觉，也是非常有设计感。大家应该都对这款有印象，已经火了很多年了，但是现在拿出来看还是很经典。我入了黑色和棕色2个颜色，但其实我用的更多的是棕色。一个是这个棕色很好看，再有这条皮带是一个很不羁的风格，我觉得和棕色更搭一点，黑色就会显得有一点沉重。然后这条腰带系上就是一个特别随意的感觉，很适合搭配连衣裙，或者任何你想制造一个腰线的位置，都可以拿这条腰带随意的一系。在尺码的选择上，我这条是 small 的，虽然这个尺码 OK， 但是我觉得选更大一码会更好看，因为你选更大一码，下面留出来这个腰带的长度会更长一点，就会感觉你的腰很细，然后这个腰带的长度还很有富裕，还留出来蛮长的一块，我觉得会更好看。像这个 small 的，就是也可以系上，但是只留出很短的一段，未免有一点点局促的感觉。所以我建议选更大一个尺码，如果再选大一码，它下面留出来的长度就会更长一点，那主要就看你的喜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这支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希望你喜欢这支视频，给我点个赞，然后也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有任何问题欢迎留言给我。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